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，而是鬼屋？1周前，我带着女儿在我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宽敞干净，离单位也近，最关键房租还很便宜。房东是一个30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跟她同住的是她的母亲。房间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添置，但只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往墙上钉钉子，我们的房子一直保养得很好，我妈妈不喜欢墙上有洞；第二，不要寄快递到这个地址，我妈妈喜欢偷拆租户的快递，若是丢了东西，概不负责。我一愣，忙说一定保证遵守约定规则。可我住进来当天晚上就遇到一件怪事，女儿总说房间有味道。妈妈，臭臭，开窗。我想着也许是太久没人住了，有霉菌什么的发臭，而我有鼻炎，也闻不出味道。为了女儿，只好一整晚都开着窗。到了半夜，我女儿突然惊醒，妈妈，我听到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感觉有点诧异，妈妈没听到啊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妈妈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安慰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，宝贝不怕，妈妈在。后半夜，我一直把女儿抱在我的怀里。其实我也感觉出来这房子有些奇怪，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总觉得床在随着地面起伏，像极了什么在呼吸。早上一开门，我竟发现一串水脚印出现在我的房门口。直觉告诉我，事情并不简单。等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到公司才想起来做的计划书没带，只好请了假跑回去拿。就在我拿了材料要走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太走出来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阿姨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你女儿在吗？我正想找她问点事。她不是我女儿。老太太打断了我。如果我说她是我妈妈呢？我被吓到了，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若是如此，我和牙牙得考虑搬家了。但这个房子是半年起租，押3付3，租这个房子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积蓄。如果我提前退租，刚付的3个月房租是不退的，想想就肉疼。正在我纠结之际，我被一个算命的老道拦住了。老道挂了个算无一策的牌子。姑娘要不要算一卦？我一想，最近我和牙牙都睡不安稳，那就算一卦吧。老道大呼不妙。下震上坎，易卦相叠，震为雷，坎为易，雷雨交加，险象丛生，环境恶劣啊！你身上有一股儿血腥味儿，住的地方不太平啊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便问怎么个不太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不是房子是什么？房东是不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我点点头。你今晚回去钉1颗钉子就知道了。老道又给了我2张符纸，记住，钉完之后把这2张符纸贴在身上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睡着之后，我拿出符纸，分别贴在我和女儿身上，然后拿起锤子和钉子，用力钉进墙壁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墙壁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妈！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抱起女儿飞奔出房门，却看到房东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啊？房东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女儿不见了。我转身冲进房间，房间里空空如也。都怪我应该早些离开的，也不该听瞎道似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跟我无关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房东摘下我身上的符纸。江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，墙上的黑影不见了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这什么情况？江之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江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，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。房东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怪自己轻信那个瞎道士，弄了个迷魂符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2天下班路上再次遇到了那个老道，我一看到那个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料我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你的孩子丢了。我冷笑道：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。我掏出他给的符纸扔在地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：好厉害的煞气，这符纸被他毁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装神弄鬼？什么？瞎道士一脸疑惑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
尽早搬出来吧，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离开了。傍晚接了女儿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宝贝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女儿依旧不出声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宝贝，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你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不好。女儿突然开了口：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我想起今天夏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眼前的人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会是谁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老道说的第2条禁忌，我咬了咬牙，便买了一个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天一亮，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。突然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您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爱子街只有1到139号，没有140号。定位显示这里是一片荒地。我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喂，你在听吗？那麻烦您帮我把快递退回去吧，谢谢。我再次找到了那个老道。道长，求您救救我的女儿，救救她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虾道士长叹一口气：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虾老道掏出一个黄纸包递给我：此魔我追了10余年了，名曰认鬼，也叫入房子，乃横死孕妇的怨气所化，能不能救回孩子就靠这个了。我颤着手打开一看，是几十颗暗红色的石钉子和红棕色的木钉。暗红的是朱砂钉，红棕的是桃木钉。不用锤子，你咬破手指，让钉子沾上你的鲜血。今日午时，每一个房间各定1颗朱砂钉，1颗桃木钉。记住，一定要在1炷香内完成。把包钉子的黄符纸贴在身上，把这个红符纸贴在你身边的牙牙身上，拉着他躲到房子外，往西走，看到一盏黄灯笼就停下来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我谢了虾老道，将全部积蓄付给了他，买了这些钉子和符纸，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房子。多日不见的周琴母亲颤颤巍巍地望向我，冲我招手。几日不见，她竟苍老了1、20岁。她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了我足足3秒钟，又凑近我使劲闻了闻。你见过天桥上那个瞎道士了？我盯着她没有说话。她桀桀笑道：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便是拜这个臭道士所赐。她见我神情惊诧，又冷笑道：我是那瞎子的师妹，当初我和他来灭认鬼，着了这肉房子的道，他将我为了肉房子，让我变成了这个肉房子的女儿，自己趁机逃了出去。我活不久了，再过几天我就会变成黑影融进墙里了。什么？那你知道怎么救出我女儿吗？你女儿的魂魄在房檐下的30个红灯笼里，今夜子时你去一个一个听听，哪个是你女儿，就把那盏灯笼摘下来，连灯带火扣在那的牙牙头上。我眼圈一红，这样牙牙就能回来了吗？那是自然。他又盯着我的眼睛看了片刻，道：那老瞎子给了你什么法宝？他打算怎么救你女儿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只掏出包钉子用的符纸递给他看。他轻蔑的一笑：这么多年一点长进没有，一张符纸有个屁用？要破这肉房子得朱砂钉加桃木钉，他没给你吗？那倒是要钱，可我租完房子已经没什么钱了。他哼了一声道：还是这么贪财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以仁至义尽，听不听在你，但是错过今晚，你女儿的魂魄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午时，太阳正当空，乃是一天阳气最足的时候。我点了1炷香，带着朱砂钉和桃木钉，开始在每个房间钉钉子。